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叫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现在是晚上了，我准备去机场。今天晚上的飞机有点晚，是晚上10点半起飞，所以我需要在差不多9点或者更早一点8点半到达机场。今天晚上要去北京。现在已经到达飞机场了，刚刚停了车，现在准备上楼安检。因为我已经提前在网上值机了，所以我不用现场值机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去安检，然后就可以登机飞北京了。我现在在711，刚刚吃了一根串儿。这个是机场里的711，711应该在全世界都有，有的人叫它 7-Eleven， 但是在中国我们叫它711。我记得我旅行的时候非常喜欢去711，因为711里的东西不贵，而且种类很多。我记得我最喜欢喝711的咖啡，因为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很便宜。因为晚上的飞机到达北京的时候就差不多凌晨1点了，我害怕我那个时候会很饿，所以我想在飞机起飞前吃一点东西。然后我也从711买了一个面包和一些包装好的肉，准备带上飞机，下飞机之后吃。现在还点了一份关东煮，关东煮应该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食物，就是把很多的食材放在一起煮，汤也很香。在中国，很多航空公司都可以线上值机，也就是网上值机，只有很少的航空公司必须要人工值机。人工值机比较花费时间，因为你需要提前到达机场，然后找到工作人员值机。但是如果你可以线上值机或者网上值机的话，你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用你的手机值机了。比如这一个就是我的登机牌，我拿着我的手机打开这一个就可以成功登机了。刚刚过了安检，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，还是像之前来的时候有一个大包一个小包，但是太多东西了，太重了。现在要去登机，说实话，坐飞机不是我最喜欢的交通方式，因为如果要坐飞机的话，要提前差不多2个小时来机场候机，也就是等候飞机。安检的时候人也很多，值机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等很长时间，然后下飞机之后可能要等行李，也要等很长时间。然后机场一般离市中心都很远，所以可能要坐地铁1-2个小时，或者开车1个小时。不管怎样，我觉得坐飞机真的很累。我觉得坐飞机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们的行李有很多的限制，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能带。但是如果我坐火车的话，如果我坐高铁的话，我可以带很多很多行李，我也可以带我想带的任何东西，很方便。所以因为有行李限制，我觉得坐飞机不太方便。我不太喜欢坐飞机，我更喜欢坐火车、坐高铁。你们最喜欢的交通方式是什么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现
现在刚下飞机，预定了一家酒店，离机场比较近，不太远。我一开始本来打算在机场休息一个晚上，但是可能休息不好。我的朋友和我说，我的家人也和我说，希望我可以休息好，因为明天要去医院，所以我临时没有计划，我临时订了一个酒店，离机场很近，而且因为我现在下飞机的这个机场太远了，所以很多酒店都提供接机和送机的服务。比如我现在刚到达机场，已经是凌晨1点了，所以我一会儿要给酒店打电话，让他们到机场来接我，这一个就叫做接机。同样的，明天我还要再回来机场，我需要请他们明天把我送到机场，这一个就叫做送机。在机场附近的很多酒店都会提供免费的接机和送机服务，因为如果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到达机场很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休息得好。虽然在中国公共交通很方便，比如打车不贵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特别便宜，而且地铁它在晚上差不多11点就停止了，所以如果下飞机很晚的话，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休息一个晚上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好。现在我准备给酒店打电话，让他们到机场来接我。喂，您好，我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该在哪儿等您呢？4楼3号，4楼是出发层还是？好，然后到了那儿我再给您打电话，还是有车牌号？我一个人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这是我刚刚给他们打了电话，我需要到一个地方，那个时候司机会联系我。刚刚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说中文说的比较的快，但也不是特别快，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多少呢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现在我终于到达酒店的房间了。今天非常累，因为我今天上午去了医院做了体检，一个很全面的检查。虽然体检不难，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好的结果的话，那你最好前一天晚上休息得好。但是我没有休息好，因为我昨天晚上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早上2点才到酒店的房间准备休息，但是因为房间里有2张床，所以也就有2个人，2个人一起付1间房间的价格，所以这个样子每个人只需要付1半的价格就好了，所以更便宜。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了这一种方式。但是一开始我觉得和我在一个房间的，我可以叫姐姐，也可以叫阿姨，因为她看起来比我年龄大很多。我觉得她差不多40多岁或者50多岁，我可以叫她姐姐，也可以叫她阿姨。但是为了表示我对她的尊重，我叫她姐姐。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姐姐非常的可爱，因为她很喜欢和别人聊天，也很喜欢问很多问题。但是她在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。你们知道打呼噜是什么吗？比如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打呼噜，有时候不打呼噜。一般我不打呼噜，也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没有声音。但是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，而且打呼噜打得很大。在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因为他一直在打呼噜，而且打呼噜的声音非常大，所以我一直没有睡着，所以我没有休息好。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，坐地铁去医院。我在地铁上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我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，你们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吗？如果你们打呼噜的话，你们打呼噜的声音大吗？
到现在，如果你还不知道打呼噜是什么意思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打呼噜就是你明白了吗？今天我入住的酒店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酒店，今天入住的地方是一个青旅，也就是 hostel。 我之前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经常住青旅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青旅很便宜，第二个青旅它有很多的设施我们可以用，比如客厅、餐厅、工作室、洗衣室、娱乐室等等，我都很喜欢。第三个是我觉得在青旅里面我可以认识到很多的人，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我感到非常的好奇，我也非常的感兴趣，所以我在青旅的时候特别喜欢和不同的人交流。虽然我之前和你们说过我是一个社恐，但是有时候我也可以是一个社牛。社恐的意思是很害羞，不喜欢和别人讲话，或者害怕和别人讲话。社牛和社恐完全不一样，社牛非常喜欢和人讲话，而且社牛非常喜欢到人多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一个社牛朋友的话，你应该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，因为你的社牛朋友总是能找到新的话题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健谈。现在我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房间，这是青旅的走廊，这一个房间 A003 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房卡，然后我们现在刷卡就可以进去了有一点乱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这一个房间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小，是我的小桌子。虽然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今天也非常忙，但是我每天还是会工作一点，一会儿在晚上我也要在我的小桌子旁边继续工作，因为我要准备一节英文课。对的，是的，我教中文的同时我也教英文，所以我既是一位中文老师，也是一位英文老师。这个小桌子的旁边，这里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空间，它的旁边是小台阶，我们现在上台阶，这里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啦。虽然床很小，但是很舒服。虽然温度比较低，但是因为北京人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挺暖和，不太冷，温度刚好。现在我出来散一散步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所以就随便走一走吧。今天我还是带了我的耳机，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，你应该记得，我觉得散步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边听歌一边散步，所以今天我带了我的耳机，也准备一边听歌一边散步，顺便也可以带你们看一看北京的夜晚是什么样的。你们可以看到现在路上的车，听到了吗？有一点多。虽然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，但是路上的车还是很多。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公司的工作很辛苦很累，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很早就去公司上班开始工作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很早离开公司下班结束工作，可能经常不能准时下班，我们需要加班。加班也就是额外的上班，可能我们本来应该下午5点下班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需要加班，所以最后我们晚上10点才下班，这就是加班。
谈到中国，很多人会有一个印象，也就是中国人工作都非常努力。我觉得是真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更希望可以平衡工作和生活，也就是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努力，但是工作结束后我更需要努力的生活，我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，不能因为工作太忙忽略了生活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认识这4个字吗？抖音集团，抖音就是中国版本的 TikTok。现在从酒店出来了，北京的风好大呀。昨晚睡得很晚，因为今天早上我有一个面试，所以昨天晚上我又熬夜了，因为我需要准备这一个面试。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现在我很累，但是因为这一次出来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在北京逛很多地方，没有时间在北京玩。今天我要坐高铁回一下家，那就和我一起去坐高铁吧。现在我们就到了火车站，其实也是高铁站啦，准备去坐高铁。刚刚所有人都需要安检，这一个地方可能和你们的国家不一样。我在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，很多国家无论是坐地铁还是坐火车，甚至是坐高铁都不需要安检。但是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，如果你需要坐地铁或者你需要坐火车的话，都需要安检。我觉得安检有好处有坏处。安检的好处就是可以保证安全，但是安检的坏处就是如果你很赶时间的话，安检可能需要等很长时间，因为经常车站都有很多人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，你可能不喜欢安检。平时我回家，我一般都会选择坐高铁，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坐火车，但是火车票虽然便宜，但是有一点慢，因为我家离北京差不多500公里，如果我坐火车的话，可能需要10多个小时，11、12甚至13个小时，但是如果我坐高铁的话，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我家了，所以我一般会选择高铁。即使我选择高铁，价格也不特别贵，但是如果我需要去很远的地方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火车，因为有一些火车不仅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，还有可以躺下来的地方，所以一般如果我去很远的地方的话，如果飞机票太贵，一般会选择可以躺下来的火车，这样我睡一觉，第二天就可以到达我想去的地方了。我现在已经上高铁了，因为最近睡觉的时间不太长，没有休息好，所以我准备睡觉。坐车真的太累了。现在我已经到达我家的城市了，然后像我之前和你们说的一样，一会儿我要用中国的打车软件打车，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啦。最后一天要坐火车回杭州。
现在到了火车站了，准备先去安检，然后一会儿用身份证直接上车。为什么我这次选择了火车呢？因为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飞机票的价格，当然飞机更方便，而且花费的时间也更短，但是飞机票太贵了，所以我选择了火车。虽然火车花费的时间很长，差不多20个小时，但是比较便宜，所以我选择了火车。这里是可以充电的地方。这里有很多的座位，一会儿我要从那一个地方上车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和高铁站比较的话，火车站的环境没有高铁站好，而且火车站的空间比较小，设备也比较简陋。因为火车站很久之前就有了，所以火车站里的设备都很旧，但是高铁站里面的设备都很新，所以看起来火车站比高铁站更简陋。我买的火车票是可以躺下来的火车票，这样在我比较累的时候我可以躺下来，在我不太累的时候我可以坐起来看一看书或者看一看电视剧。我已经在我的手机上下载好了一些电视剧，如果我在火车上感到无聊的话，我会看一看这些电视剧。今天我也换了一些比较薄的衣服，因为之前的温度很低，差不多只有8度或者9度，所以我需要穿很厚的衣服。但是最近温度变高了，可能有20度甚至30度。比如现在的温度是20度，很热，所以我换了一件比较薄的衣服，更适合现在的温度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中国的火车？一会儿我上车之后，我也会带你们一起看一看在中国火车里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在第7车厢，这些都是车厢，这个就是我的第7车厢。行李物品时候注意安全。好，给您慢点上啊。我买的这一个可以躺下来的座位叫卧铺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它有3层，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。层的意思就是 layer， 我们也可以说有下面的，有中间的，还有上面的。我今天晚上要躺在上面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窗外很黑很暗，因为现在火车正在经过隧道。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隧道，因为之前中国的道路不太方便，有很多的山，为了让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，所以我们开始在山上打洞，最后有了隧道。现在因为隧道，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，也更加快速了。你们看窗外已经快日落了，你们现在看到我靠在窗户上，脸上也有夕阳的光线。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，马上要关灯了。我来洗漱就是洗脸、刷牙，因为我们需要在火车上睡一觉，所以火车上也有卫生间，也有洗漱间，我们可以刷牙和洗脸。
我现在已经到杭州了。杭州今天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，杭州今天的天气很热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今天的温度是28度。我觉得我穿的衣服可能有一点厚，所以我要先去换一些比较薄的衣服，然后等我的朋友来接我。现在我换了比较薄的背心，还有一条很短的短裤，这样子就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啦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。我也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，你们的国家有高铁吗？你最喜欢的交通方式是什么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